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25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司机将获得一次性油价补贴。BC 省司机将获得 ICBC 的一次性返款，因为汽油价格创历史新高。省长 John Horgan 周五宣布，个人将获得110加元的返款，而商业司机将获得165加元的返款。霍根说，加油站的高价格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直接结果，他希望这将有助于抵消 BC 省司机因油价高企而增加的支出。ICBC 之前曾向客户提供过2笔返款，霍根表示，他再次选择这种返还方式是因为 ICBC 保险公司在改用增强型护理模式后财务状况表现强劲。公共安全部长 Mike Farnworth 表示，一次性返款将于今年春天发放，总额为 1.95 亿加元。司机将在5月份通过直接入账或退款到信用卡开始收到该返款，其他司机将在6月收到支票。政府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应对油价的迅速上涨。政府已经排除了2项措施，即削减汽油税和限制价格。省政府表示，如果这样做会扭曲市场。美财长耶伦认为不必因俄罗斯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五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实施制裁，因为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关系。高级政府官员正在私下悄悄地与中国交谈，以确保中国理解美国的立场。他说，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者试图逃避我们对俄罗斯金融体系和中央银行实施的制裁，我们将非常担心，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采访中，耶伦还谈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 COVID 大流行如何强调了确保美国供应链的重要性。也许美国企业一直专注于效率和组织供应链，以弹性的方式降低成本，他说。供应链的弹性是政府的高度优先事项。欧洲战争和全球供应链的担忧对几个主要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严重破坏，包括原油和小麦市场。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在1月份交易低于90美元后，于3月初跃升至每桶130美元以上。油价飙升导致美国汽油价格相应上涨，升至本月初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油价为每加仑 4.33 美元。小麦价格仍高于每普式尔10美元，比2个月前的交易价格高出约 25%。但对于最近的混乱，耶伦说，他不同意贸易全球化正在结束的说法。他说，我们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这将给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带来好处。当被问及加密货币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时，耶伦表示，他通过保护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责任来看待这一资产类别。他说，他专注于保护那些将加密货币视为明智投资决策的投资人。东航遇难者家属说，记得跟我们回家呀。China News 在东航坠机事故现场，有乘客家属使用陶罐将现场泥土带回家，还有乘客家属在坠机现场远处摆上蜡烛、鲜花和水果，对着山谷高喊：“我们过来接你啊，记得跟着我们回家啊！”目前，当局已扩大搜寻范围，并沿飞机航线组织人员对范围内266个村庄及735名当地村民进一步进行现场排查和电话询问。据悉，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失事客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已搜寻到一个黑匣子，第2部黑匣子尚未找到，而在搜索最核心区域内曾发现橙色碎片，专家推测第2个黑匣子可能在附近。据路透社北京3月25日称，东航坠机现场搜救已进入第5日，失事飞机的第2部黑匣子仍不见踪影，目前搜索范围已扩大到近20万平方米。而周三发现的第1部黑匣子何时能完成数据下载并开展分析工作还没有确定时间。航班失联前，通讯一直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机组没有挂出任何紧急代码。目前找到幸存者的概率几乎为零。搜救现场又发现了部分遗体残骸，提取现场指纹检材18份，遗物101件。公安部门已经通过采集家属成员 DNA 样本等方式，全面开展遇难者身份鉴定和 DNA 检测比对等工作。搜救核心区还发现了失事飞机的发动机齿轮箱和飞机主起落架残件，正在确认该主起落架是左侧的还是右侧的。目前，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正在研究制定核心区域开挖方案。为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当地共组织调集救援力量2248人，各类车辆装备180余台投入搜救。此外，在核心区域内，已采用一批探测设备开展现场勘探及浅表层施工。已找到的黑匣子经判定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CVR。现在寻找的第二部黑匣子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FDR。应急处置指挥部正组织相关专业人员研究制定核心区域开挖方案，为下一步搜救工作提供指引，也为网格式摸排搜寻第二个黑匣子提供技术支撑。此外，应急指挥部已安排失联旅客家属375人进行现场吊唁。华尔街日报，拜登正在改变核武政策。美国官员周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放弃了他的竞选活动的誓言，接受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即除了核威胁之外，还将使用核武器来应对常规和非核危险。拜登在2020年竞选期间发誓要制定一项政策，其中美国核武库的目的将集中在威慑敌人的核攻击上。本周在盟国的压力下做出的决定认为，美国核武库的根本作用将是威慑核攻击。然而，官员们表示，这留下了核武器也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使用的可能性，以阻止敌人的常规、生物、化学和可能的网络攻击。在拜登与他在欧洲的盟友会面后，决定保持西方对普京在乌克兰行动的统一立场。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拒绝置评。拜登的核政策遵循广泛的核态势评估，政府官员审查了美国的核战略和计划。该审查有利于大规模升级美国的陆基导弹、前机导弹和轰炸机的核三位一体，预计这将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几位民主党军备控制支持者敦促拜登淡化核武器在五角大楼政策中的作用，并明确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在战斗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认为美国核武库的唯一目的应该是威慑，并在必要时报复核攻击。为拜登总统提供建议的沃尔夫斯塔尔表示，如果总统放弃他的单一目的核武器政策，那将是不幸的，但他并不感到奇怪。他说，盟国担心偏离现实情况太远会使盟国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容易受到俄罗斯的威胁。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